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我在北京，祝你晚安。你一定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吧？你在拥挤的地铁上被人群裹挟到角落里，只好在快下车的时候跟旁边的人喊着说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在深夜抬起头，看着办公楼窗外漆黑的一片，万家灯火比天上的星星更加狰狞耀眼。慢慢的，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不错，平庸但安全。就好像前2年相亲的时候你认识的那个一板一眼的男人。可是我想问你，你真的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综艺《创造营2019》结束，18岁的周震南用第1名的成绩登顶 C 位。这个话不多的少年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次次参加选秀节目，将自己放在群众的目光下检视，不间断地练习唱歌和舞蹈，进步飞快地让所有导师瞠目结舌。他说就感觉自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，再努力一下就好了。如果不是他敢于折腾，不断挑战极限，也许我们就看不到现在舞台上的那个他。对于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年轻人来说，也许多折腾多尝试才能帮你找到人生的方向。人生变得云里雾里，看不清前路又怎样呢？谁不是第一次活在这世上？谁没有一个迷茫堕落只想躺在沙发上的阶段？不怕你在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，不怕你在地铁上的汗流浃背，不怕你穷得响叮当，打开支付宝余额，发现自己只能交得起最便宜的外卖。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大学的时候，表姐听话的读了妈妈帮忙填的会计专业，毕业之后又听家人的安排进了一家很大的银行。在外人眼里，她工作体面稳定，还靠着父母生活，大家都羡慕她，但她却说她一点都不快乐。银行很好，可是表姐喜欢小孩，她觉得和他们相处没有压力，不喜欢大人世界里的步步为营，也不喜欢天天和数字打交道。为了改变自己不喜欢的人生，她不顾家里的反对，辞去了工作，考了教师资格证。现在的她天天教小孩唱歌跳舞，连笑容都温柔了起来。虽然她没有在银行时精致体面的工作，工资也不高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她真的快乐。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计划，富坚史生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在40岁的时候收到了一封15年前自己寄给自己的信，里面写着环游世界的愿望。于是他决定辞职，去找一个来自上海的师傅学习按摩。从一个朝9晚5收入体面的上班族，变成了靠着按摩技能环游世界的旅行作家。他用了2年，走了中国、美洲、欧洲、非洲，又从东欧转至俄罗斯，回到上海。朋友问他最大的体会，他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人。有人说自己很想像史生一样不顾一切地去做喜欢的事情，但却被生活的琐事捆住了手脚。但其实开始并没有那么难。尊重当下的感受，去折腾自己的人生吧，折腾出
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自己。开头我问的问题，你有答案了吗？你在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吗？如果是，无论多难，都请不要怀疑地坚持下去。命运的馈赠就在山路的转角处。如果不是，停下来，想想你要什么。不是每一个人这辈子都要完成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，别人的人生只能为我们的选择提供参考，而你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要怎样过完你的一辈子，永远是你自己的命题。网上有一句话说，人活着就要像孙悟空一样，疯过、爱过、恨过、闯过、拼过、努力过，就是没怕过。这句话你我共勉。